最近的恒大许家印又上了各条媒体的头条，到底许家印是怎么样把握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房地产的发展，做到中国的首富？他的财务技巧又是怎么样？那为什么在短短的3年内，他从中国的首富做到了中国的首富？破产还是欠了2万亿的负债，做到了富可敌国。那作为小市民的我们，如何可以从许家印这个故事上面得到一些学习，避开将来的投资的失误，甚至被骗？今天干货满满，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保证你会收到很大的价值。那一开始，我们来讲解一下许家印如何从一个掏粪的工人变成了中国的首富。许家印的童年是非常的贫穷，一开始他是去了钢铁厂里面做一个挖粪的工人，收入也是非常的低。贫穷的生活使到他有赚大钱的野心。他发达之后写过一本书《苦难是我珍贵的财富》。我们可以看到，早年的贫穷的生活使到许家印有了源源不断的赚钱的动力。就算现在回到1996年，重新让许家印选择继续的脚踏实地做一个工人，还是去做后来的许老板？今天的结局，我相信许家印还会选择他的恒大之路。这个就是贫穷可以使到一个人充满的赚钱的野心。当然，光有野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握到机会。1992年的时候，许家印看到了邓小平南巡带来的机会。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房地产的政策还不是很明确，私人拥有财产还没有明确的得到国家的保障，所以当时候没有愿意拿了一大把钱去买房产，因为是法律上没有保障的。早年有财产的话还会被斗地主，所以中国的房产在90年代的初期是完全不值钱的。老百姓就是靠着工作的单位发放房住的单位，那时候的房子基本上是一文不值，这个起步点很低，也为以后的房地产长期的升值涨价建立了一个很长的跑道。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加快了经济的改革开放，国民的收入和财富都涨上去了，很自然对房地产有很大的刚性的需求。当时许家印看到这个机会之后，他没钱，就建议他当时的老板让他去发展房地产，还在短短的几年内为老板赚了许多的钱。结果他问老板要分红的时候，老板只给了他一点点的分红提成。许家印觉得我创造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点，就毅然的去创业了。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只有许家印把握到，而他又怎么样做到首富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牵涉到房地产需要很多的资金，很多人就被没钱这个问题难到了，而许家印没有被这个问题阻挡，而是不断的去解决资金不足这个问题，这是他早年成功之道，也为他日后跌落神坛埋下了伏笔。那许家印是如何赚他的第一桶金呢？当时他看到在广州的郊区一个工业区里面有一个没人要的地皮，他把那个地皮买下来了，但是买下来没钱怎么办？他跟这个卖主谈好了条件，我先给首付500万，后面的等我慢慢的供款。许家印当时只有朋友借来的10万，这些钱要发工资的，那这个500万哪里来啊？他就跑去银行，我有这么大的一个地皮，以后会造这么大的一个房子，这么多的房子卖出去之后就有很多钱了，你借钱给我吧。那银行一算，我反正是赚利息的，就给了他所需要的首付。那交了这个首付之后，这块地皮也要人家来施工建楼，但是他没钱，他又找了那些建筑商，告诉他们你先开工吧，我也是分期付款。然后他们那些高楼他只造了1层，
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做广告，很大的折扣去吸引买家。那些买家一看，哇，这些楼这么便宜啊，那我早点付点钱买期房也没问题啦。就这样，许家印从客户的手上收了8000多万回来。这8000多万是不是去做分期付款，或者是给那些建筑工人发工资呢？当然不是，许家印马上就把这些钱去买下一个地皮，在下一个地产项目里面去滚动，解决了资金这个问题。当时的楼价开始不断的涨，这个时候谁能借到越多的钱，买的地皮越多，他的财富的暴增速度就会越快越高。所以许家印在短短的6年内已经做到了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头几家龙头了。但是这个时候资金还是不够，他来到了香港，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和华人置业的刘连雄。这2位其实是地产界的前辈，也是在股票市场里面玩财技玩到出神入化的高手。这2位前辈喜欢打牌，香港人叫搓大迪，许家印陪着他们搓大迪，当中学到了很多的财务的技巧，也是日后跟这些富豪有紧密的合作。到了09年，在郑裕彤、刘连雄这些富豪的支持下，他成功的在香港上市，有了香港募集到的资本，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恒大终于是跨出了内地，迈向全世界。这些老前辈跟许家印又有很多的交易，我们拿其中一单来做个例子，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财务的技巧是多么的高明。大家现在如果来香港湾仔的话，有一个叫恒大中心，其实这个楼以前是属于刘连雄的华人置业的。那我本人也一直有在香港房地产做投资，我个人的估计大约这一个大厦在当时可能是值50亿，但是他找了第三者评估的估值是100亿。之后我们会讲到这100亿当然是可以被影响的。结果恒大是用了125亿的高价问华人置业买下这一栋商业大厦，恒大的小股东肯定会反对，所以当时呢，恒大安排了把自己的租金涨了3倍，而且华人置业也同意用很高的租金问恒大租回这一个物业。有了高的租金之后，这个物业的估价就可以估到更高了。这个估值机构评出来的这个大厦值225亿。这个如果你有多年的房地产经验的话，你就知道这些评估的公司，他们的报告是可以被影响的。你只要把租金提高，他们用他们的公司自然出来的物业的估值也会提高。那有了高的租金的收入，高的估值，恒大又怎么做呢？他就用这个大厦做抵押，然后许家印就借着这个225亿的估值去发行了120亿的债券。大家有没有看到？通过只是买这个价值50亿的大厦，结果许家印是拿到了120亿的现金。这就是有钱人越买楼，口袋里的钱越多的道理。当然，恒大在发债的时候，刘连雄和他的朋友也很给脸，大量的认购了这些债券。就是香港人说好北民啊，这背后的交易有多少是刘连雄额外赚来的，买回他的债券？那我们小市民跟着这些大佬去投的话，就亏得多了。那做了好多次之后，恒大拥有的房地产的物业的价值也就被越来越推高了，也方便恒大去分拆它的物业，再上市，在股票市场里面募集资金。普通人买楼渠道只有一个，就是问银行借钱，而许家印他是问卖家、买家、银行发债和发股票多渠道的募集资金，到最后他所欠的债已经远远要比他的资产要高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资产的价值里面有多少是有水分的。就这样，许家印的恒大是杠杆到了极致，用尽了所有可以募集到的资金，也把
把握到了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大牛市，做到了中国的首富。在香港上市之后，他没有停下来，马不停蹄的去搞排球，把广州的一个排球收购下来，变成了恒大排球，后来也发展到了恒大足球。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去搞体育呢？其实这也是许老板他的做生意的勇猛的一个地方。他看到公司的收入如果只是靠房地产是太危险，房地产也会有一天会饱和，会衰退。那搞了体育之后，特别是他花了好多的钱，把广州的恒大足球队赢了8届的中国的冠军，吸引了广大的球迷。这些球员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做的恒大的广告，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恒大之后的品牌和它的不同的产品展示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所以他之后把业务发展到了矿泉水、电动车、健康和高科技。这个神操作如果成功的话，也可以被工商学院 MBA 列为学习的案例。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许家印空手套白狼，用杠杆财务的技巧做到中国首富，这个真的是负债为王。在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大胆，而忽略了风险的管理。其实，中国的楼价经历了10多年的增长之后，早已经是很多市民负担不起的。有房子人已经买了几套，没有房子人可能做100年的工作都不能够买到楼。在这个时候，国家出来了房住不炒的各种措施和政策，希望把楼价不要永远的涨下去。一方面超出了老百姓的负担的能力，积累了社会里面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阻止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越滚越大，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带来的冲击。但是许家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2017、18、19年都没有及时的收手。当时他还跟许多的机构签下了对赌协议，答应在2021年之前把资产打包在深圳的 A 股上市。如果他真的能够在深圳的 A 股上市，得到了额外的资金，许家印这一次的赌博又会是全胜。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打断了他卖楼销售把资金回笼的算盘，也错过了在2021年回归 A 股上市这个计划。所以他也要赔很多钱给这些机构，发放了很多的股息。在2020年的时候，3道红线是完全的切断了恒大再可以问银行借钱的可能性。这个时候资金链断了怎么办？许老板又用了他的超级创意的方法去募集资金，包括恒大的理财产品。很多人听到许家印恒大感觉是大到不能倒，肯定是可以相信的。理财产品，你答应我每年有多少钱的回报，那许多大妈大叔就把他们一辈子省下来的血汗钱买了恒大理财产品。又开始了，这没完了吗？你当然，许老板也跟他所有做生意的朋友说，我要付你的钱再拖一拖吧，1年后我可以加多少利息给你。所以恒大又发行了许多恒大的商票，最后许老板不能兑现，许多的建筑商收不回钱，发不了工资，也停止了为恒大再盖房子。这样一来，买了恒大期房的人就急了，因为他们钱是付了，这些楼盘可能会变成烂尾楼，那他们还供不供楼呢？一旦有了信心的危机，谁还会去买新的楼呢？楼价也自然会跌。那恒大在早年高价买入的地皮，又是发行了很多很高利息的债券，一定会蒙受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也看到恒大在这几年每年有很大的亏损。不光是恒大面临着违约倒闭，也把整个中国内房拉下水。从买楼的人没信心，楼价暴跌，到银行不贷款，股债价格暴跌，一个又一个的内房今天是面临着
倒闭、违约等等的风险。气死人了，真是。那我们总结一下，让许家印成功成为中国的首富，也让许家印跌下来变成中国的首富，这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以下这几个重要点。第一个，杠杆是个乘法，在楼市、股市涨的时候，你用杠杆可以把回报以倍数的增长，但是在楼市、股市跌的时候，你用了杠杆又会加快你的财富的蒸发。那到底应不应该用杠杆呢？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非常有信心能够看通楼市、股市的话，适当的用一点点的杠杆还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个人就从03年开始用了杠杆才能做到年年买层楼。但是更重要的是以下第二点，就是要做好风险的管理。其实许家印在09年香港上市之后已经做到了中国的首富，如果那个时候他赚来的钱是去杠杆还债，稳稳的享受，已经是够他和他的家人用几百辈子。结果他没有及时的收手，就像一个帆船没有及时的收帆，到了风暴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中国的首富，富了2万多亿，富可敌国。这个在投资里面是千万要避免的，叫 financial distress，财务困境。如果你已经有100亿，再翻个倍200亿都是一个数字的游戏。但是如果100亿变成负100亿，那对我们的生活就有很大的影响了。所以我个人在2013年之后，在买楼的时候就很少借钱做杠杆，而把赚来的钱也是去杠杆，因为我知道我的收入已经够花了。香港资深的投资者，像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新鸿基、恒隆这些老牌地产商，他们的借债杠杆都是非常的低的。那许家印不光是个人冒了太多的风险，他还把风险转移到他的债主、股东，甚至是整个社会，这也引起了他今天的结局。因为真的如果生意失败了，变回一个穷人还不至于被逮捕，但是当一个人用种种的手法影响了整个社会，那国家就一定会调查他有没有犯法的行为了。第三点，我觉得人的财富一定要来自于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早年的许家印的确是通过他的恒大为社会造了许多的楼，如果他没有过度的杠杆、过度的玩弄财技，那他今天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享受他用不完的财富。可是他把财富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把负债留给了股东，把风险推给了整个社会，这就危害到整个社会甚至国家，这样就不会有好的结局。其实我在2014年开始教股票班，一直有跟同学说不要买许家印的任何股票或者债券，也在公开场合有讲过，任何恒大股票我个人是不会买的，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不同的视频。那为什么我有这么样的一个远见呢？其实我老早就看到许家印的赌性很强，使得他做首富的就是他的赌性。我们跟着他去赌的话，赌赢了我们只是分到一点点的钱，赌输掉了我们是陪着他一起输钱，这样不公平的待遇，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呢？也正是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叫 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使到许家印是不断的豪赌。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96年进入赌场去赌钱，借了10万朋友的钱来赌博，赢了钱你会怎么样？可能会马上还掉朋友的钱，自己有一些钱留下，离开赌场了。但是许老板没有离开，96年赌了，赚了所有的钱，再 all in， 再借多点钱放进去，再赌一把，97年又赢了，再 all in， 再借多一点钱，98年、99年，每一次都把赢来的钱全部 all in， 再借多一点钱来赌，赌到2019年还不离场，就是因为他自以为可以把风险推给了他的债主和股东，那赚了钱就自己分红，输掉的钱其他人来承担。也正是
这一个使到他今天被扣留。那最后我讲讲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为了做这个调研，看了许多媒体关于许家印的评论，我觉得有些评论我也有自己的见解，在这里分享一下。首先有人说他在这么多年通过股票派股息已经分红分了500多亿，好像是许家印把财富私有化了。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赚了钱不派发股息，留着自己发工资，那不是对小股东更不公平吗？难得有大股东派发高息，对小股民是一件好事。其实许家印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只是每年拿25万的工资，通过股息分红，这是所有的小股民都享受的。我们要公道一点，不能说许家印是靠股息把财富私有化了。第二个，有人说许家印是买了许多高息的债券，把公司的财富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其实这个跟之前派发股息差不多，在许多的公司里面也有股权激励，他发行了这么多高息的债券，相等于现在很多高科技的公司用低的股价来奖励管理层和员工的股权激励一样，使到许老板更有动力让恒大稳稳地做下去，去支付他的利息。所以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再说当时他发行债券的时候完全是合法的，小股东也没有出来反对。在香港有法律可以保护小股东的，如果小股东觉得他们的利益被不公平的损害了，他们完全是可以通过法律的行动去终止这些债券的发行。那还有人说许老板跟他的前妻离婚了，保障了他前妻的财产，也用了信托把财富留给了他的儿子。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做他的财富管理的时候都可能会考虑的一些手段。以前我们也有听过有一些夫妻假离婚，为了就是能买多一套房子。这些财务的工具或者手段如果是合法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话，那我们现在拿来批评许家印也有一点不公平。最后，赚所有的钱最好要合理合法。许家印在这么多的操作当中有没有超越法律的红线？这个留待中国的执法机构去调查。而我们看到，在全世界的骗子都不会有好的结局，无论是最近在美国抓的 FTX 的创办人薯条哥，还是在香港最近抓的许多的 JPEX 骗案的参与者。一方面我们希望警察能把这些骗子全部抓走，另外一方面恒大使到许多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有很多的人买了恒大的烂尾楼、恒大的财富管理的产品、恒大的债券、恒大的股票，但是这些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还是那一句话，要投资先求知，无知可能是最昂贵的。所以我邀请大家继续订阅我的频道，学习财商知识，让我们一起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你对许家印、恒大还有中国房地产的意见。那我们下次再见。